自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公布以来，世界各地的科研团队便开始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想要更早更快地结束这场大流行。随着多个疫苗在不同地区开始大规模测试并获得紧急使用批准，处于全球疫情阴霾下的各国人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然而在这一片欢呼声中，我们还是能听见人们对这个全新疫苗的质疑和担心，这样的情景似乎有些熟悉。对疫苗的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是长久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自疫苗发明之初就不曾消退。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在人体内注射小剂量的牛痘能有效预防天花病毒感染，由此在19世纪早期，牛痘接种在英国推广开来。但是这次推广立即受到了公众的批评和指责。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和医学的不信任，家长们拒绝给孩子接种牛痘，更有宗教人士认为接种是违反基督教礼俗的行为。19世纪中期，英国修订疫苗接种法，强制父母为孩子接种，否则将面临处罚。这一规定掀起了大范围的抗议和反对活动，反疫苗运动迅速渗透到工人阶级之中，他们认为强制接种是对身体自由的侵犯，是一种政治暴行。同时期，反疫苗抗议也发生在美国。1905年，马萨诸塞州一反对人士拒绝接种牛痘，与政府闹上法庭，案子最终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以反对者败诉告终。之后被广泛使用的 DTP 白破疫苗在1975年左右，先后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引发巨大争议，连医学界内部也就此产生分歧。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立项研究 DTP 疫苗与神经系统不良反应的关系，并推翻了这一结论。类似的事情还在发生。Here is a child who was entirely normal for the first year of life and went off a week after receiving his MMR vaccine. 1998年，英国医生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发表论文，错误地将 MMR 疫苗接种与儿童自闭症等疾病联系起来。尽管他的理论最后被推翻，但在2000至2004年期间，直接或间接造成英国儿童 MMR 疫苗接种率大幅下降。中国面临的疫苗问题却不太相同。自1978年全面实施计划免疫以来，现有14种疫苗预防15种疾病。根据国家卫健委给出的数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持续保持在 90% 以上，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可。然而，山西发生的毒疫苗事件，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的最新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2010年起先后曝光的这些案件，使公众和媒体对疫苗生产和监管等多个环节的质疑达到新的高点，进而导致了民间疫苗信任危机。在新冠疫苗开始投入使用的这个关键节点，人们对这个全新研发的疫苗又是什么态度呢？2020年10月，一项刊登在《自然》杂志的报告里，研究人员调查了19个国家13000多人对新冠疫苗的接受程度。结果显示，欧美国家对该疫苗普遍存在犹豫。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民众对新冠疫苗的不信任与100多年前对牛痘接种的抗拒理由如出一辙。You need to investigate what is in the vaccine. 现代社交媒体更是为反疫苗人士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他们能更有效地组织活动，他们的言论也更容易渗透不太坚定的犹豫人群，甚至把疫苗犹豫者拉入自己的反疫苗阵营。为了减少民众对疫苗的犹豫和质疑，各国领导人选择率先接种、电视直播。截至2021年2月，现已获得部分地区全面批准的几种新冠疫苗中，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有效性分别为 95% 和 94.1%。中国国药集团在没有公布完整的3期临床试验结果的情况下，声明其疫苗的有效性为 79.34%。这个时候，你可能想问，疫苗的有效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目前学界采用的安慰剂对照组方法，研究人员把试验对象随机分为2组，一组注射试验疫苗，一组注射安慰剂，用2组分别感染的人数计算疫苗的有效性。由于缺少相关数据，中国国药集团疫苗保护效力为 79.34%， 背后的含义无从得知。其他几种国产疫苗的试验数据也尚未完全公布，却已经启动大规模生产。2月初曝光的制售假疫苗案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质疑。12月底，巴西的卫生监管机构质疑中国没有公开数据可参考。上保罗的有关研究所随后把表现出非常轻微症状的病例纳入数据范围后，将中国科兴疫苗的有效率从之前的 78% 调低至 50.4%。尽管如此，巴西还是在1月17日批准了科兴疫苗的紧急使用。因为国产疫苗无需严苛的冷冻运输，储存条件比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宽松很多，加上短时间内可能填补巨大的疫苗需求，
使得目前为止，全世界至少有10个国家和地区预定了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在这场国际疫苗研发和疫苗外交的竞赛中，一方面，疫苗在多个地区相继获批，让人们看见了切断新冠病毒传播的希望；另一方面，对疫苗的警惕、担忧或是质疑和反对，也让人担心疫苗接种计划是否能顺利推行。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免疫计划，一切都是未知。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已经在研发环节创造了奇迹。接下来的推广和接种，人们更应该尊重科学，并期待最终战胜新冠病毒的那一天。